Hello，大家好，我是 Dory，现在是晚上的11:46，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一。这个时间给大家录视频呢，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辞职了。辞职是上个星期提的，手续是今天办的，明天开始我就不用再去上班了。其实我有考虑过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因为我知道关注我的人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上学的学生，或者是说刚步入社会的，就是应届毕业生啊这样子。我很担心，因为我的一些行动话语影响到你们，或者说给了你们一些负面的引导。通过我的视频，我希望给大家传导的是一种积极向上正能量的一种生活吧，所以我有想过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但是我一方面又想说做一个真实一点的人，我想把我当下最真实的一个想法跟你们分享一下。首先交代一下我的背景啊，虽然说这份工作我只做了半年，但在此之前我还是有蛮丰富的一个工作经历的，我有长达3年的一个在快时尚品牌兼职的一个经历，那3年的话，基本上就是平时的周末节假日，然后寒暑假全部都在那个兼职里面度过的。除了那3年的兼职之外呢，我另外还就是刚毕业，就是还不到毕业的时候，就是实习工作。然后我当时是在那家公司做新媒体运营，然后另外还有主播这样的一个身份在，就是带货主播。我的第一份实习工作的话，是大小周，工作强度嘛还不算太大，但是呢，因为大小周的原因，其实也蛮疲惫的，然后我在那边工作了6个月。之后我就顺利的拿到了毕业证，然后就到了现在的这家公司。我现在的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是做淘宝女装的，做电商的。说到电商，大家应该也能想象得到，加班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吧。就是看我视频应该也大概看到了，我经常下班时间都是8、9点、9、10点这样，我甚至有几次都到了凌晨才下班。我这家公司呢，它是平时你加班的话是不算加班的，就是到了10点钟之后的话是可以第二天早上晚来半个小时，到了11点过后的话可以晚来1个小时这样。除非你是周六周日加班那种整天的加班，你可以提前申请，但是平时的那种加班你没有办法的，就只能就是加了，是这样子。因为我还有自己的视频要剪辑嘛，我有在运营小红书跟 B 站账号这样。小红书的话，我之前是一直在坚持的日更，但是到了这家公司之后，我就断了日更，就变成了1周更个2次、3次，甚至1周更新1次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大家交代完我这个背景啊。就是我在这家公司离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的身体是吃不太消的。我有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提到，我去看妇科的这件事情。我看妇科呢，是因为我大姨妈不来。其实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大姨妈还算准时的那种人。虽然我会痛经啊，但因为我很喜欢吃冰的嘛，这个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的大姨妈从来没有说因为什么原因不来过。但是今年的从几月份开始，从10月份开始我不来大姨妈了，就是从10月份开始，11月、12月我都没有来大姨妈，连续两个多月不来大姨妈吧。我就去了一趟医院去检查了一下。然后医生跟我说我雄性激素过高，就是内分泌紊乱。他就问了我的作息情况，我跟他说了，他跟我说了，你这样下去不行，他让我就是早点睡觉。就是我虽然听了他那个话之后我很害怕，我也想尽量尝试早睡，但我发现我做不到，因为我每天下班比较晚嘛，我到了家之后我可能还需要再剪辑一下别的视频，就算我不剪辑的话，我第二天早上也需要早起，就是睡眠时间都不太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到了今年的2月份这样。我辞职呢，其实也不能算是冲动吧，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开始有想过辞职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当然还是以身体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我可以坚持下来，别的困难都不算什么，就是考验自己意志力，像这种时候。直到这次疫情，苏州上周爆发了疫情嘛，我在家里又待了1个星期。那1个星期我在家里跟自己独处，我感觉我好像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就是我真的很想好好照顾我自己，
我不希望说每天早晨做便当的时候就是火急火燎的害怕迟到，我也不希望说迟到了到了公司迟到了之后我内心会有不满。我说实话，我常常会内心发出一种质疑的声音，为什么我可以加班2-3个小时，但我不能迟到1分钟？我知道规则是规则，规则制定人就应该遵守，但是我不可否认，我内心就是有这样的疑惑。我也不希望说我每天下班迎接我的都是空旷的马路，还有冰冷的风。回到家之后9点、10点甚至11点，我还要犹豫我要不要吃晚饭。吃晚饭我担心我又要胖了，我不吃晚饭的话我又觉得很寂寞，我就觉得我忙了一天，我连一顿晚饭我都不能好好吃。我一到了周末的时候，我明明可以睡懒觉，但是我却舍不得睡。我通常都会在9点钟之前就起床，因为9点半的时候我的客厅会有阳光进来，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9点半之后洒在我客厅里的阳光。我有一个彩虹制造机，只要一有阳光照过去，它就会制造彩虹一样的那种波点在我的房间里面洒来洒去。我每一次听到彩虹制造机开始运作的声音，我一下子就会变得特别幸福。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又要忙着剪我自己的视频，就是忙我小红书或者 B 站的视频。等我趴在桌子上剪辑，等我视频做完上传完的时候，一看太阳已经落山了。就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晒晒太阳，没有好好的睡一个觉，把窗帘拉下来睡觉。我跟大家说，从我去年3月份开始尝试做短视频开始，我到目前为止，我除了那种可以完全放松的周六周日之外，我周一到周五我的窗帘是从来不拉的。当然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会担心这样会不会不安全什么的，但其实我顾不上那么多不安全什么的。我的窗帘从来不拉，因为我需要早上的阳光，或者说早上的那个光亮第一时间把我照醒。我有了那个光亮之后呢，我就不会睡得很好了，或者说我会很早的就会醒。在我之前还跟朋友合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大概7点钟之前6点半这样吧，我就会自然醒，甚至6点钟就会自然醒。那个时候天亮的比较早嘛，然后起来去做便当。就这样的事情我坚持了将近1年，然后我每天还要上班。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到了一个做决定的时候了，就是需要我在我自己的工作包括还有视频这块做出一个选择来。我显然我没有办法兼顾好这两者。如果说我想好好工作，那我这个短视频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如果说我想要好好做我的短视频，那我这个工作加上短视频的这个强度，我的身体真的吃不消。今天我们人事跟我谈话，他就一直问我，你辞职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在我们公司属于那种非常勤奋的人嘛，很多时候都是最后一个走的。我们公司的人也经常问我你怎么还没走啊，你怎么还没走啊，这样子。我的直系领导就是我们公司的大老板，所以有人还会说我是我们老板面前的小红人这样的话。我们老板的确也挺喜欢我的，因为我真的还算是工作非常努力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离职大家都非常的意外。所以我们人事今天就一直问我，你辞职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跟他说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就是我想好好休息一下了。我觉得我的身体吃不消了，而且我今年25岁了，我很想尝试一下就是自由职业，我能不能够养活得了我自己。我如果今年不尝试，我明年26岁，后年27岁，我还有资格去尝试吗？或者说我27、28的时候再去尝试这件事情，我发现它不适合我的时候，我还有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我跟我们的人事 HR 说，可能我去尝试一下，2个月之后你又会在 Boss 上面看到我的简历。我们老板也说也欢迎你随时回来。我很感谢我这份工作经历，就是我真的成长了很多，也在这家公司我也接触到了非常多新鲜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老板会去的那种正念之旅，他回来之后会带我们举禅冥想，就是带我们去寻找我们自己的人生使命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思考。我目前呢可能就是想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可能我会找到属于我自己的道路，当然也有可能我会再一次回到社会上去当一个社畜。
然后我的短视频我还会继续拍下去，我的便当系列我也继续会做，我会把它作为一个视频方向，在我的小红书一直不断的创作下去。包括我还想尝试一下别的方向，因为我之前 B 站有分享过一期读书视频嘛，我之前就很想做这种类型的。就我接下来可能想要更多的尝试，把这些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吧，去尝试一些自己想要尝试的东西。因为我觉得20多岁我还有可以换一换、可以尝试的资本，可能以后真的年纪大了，我就更不敢换，更不敢去尝试了。说到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不建议任何人冲动辞职，也不建议任何人裸辞，尤其是2022年。其实2022年是一个大环境非常不好的一年，我相信大家也会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我被裁员了这样的这种帖子或者动态啊之类的，就是我真的非常不建议大家冲动去辞职啊。当然，如果说你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或者是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方向的话，你可以大胆去尝试。但如果说你在你的就是没有经济收入来源之前，并不建议你这样去做。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其实我不知道我这期视频发出去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声音，但其实也无所谓啦。我现在就是想要照顾好我自己，我不要想别人怎么看我，怎么想我。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这也是我今天离职的时候，我老板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好好照顾自己，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吧，就是在意自己的感受。接下来呢，我的日常 vlog 我还是会更新的，因为我内分泌紊乱嘛，我的这个体重，说实话，我这半年我胖了20斤，可能你们看不太出来，我胖了20斤。接下来呢，我就会这2个月呢，我可能会好好的就是减重，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想要多晒晒太阳，多读读书。我想要在这个春天带上便当，带上书，去公园的长椅上晒太阳读书，这就是我今年春天最大的梦想。想要在视频里面分享更多的美好给你们，就是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内容呢，可以给我留言。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